好，大家好，欢迎来到国际商学院。今天我们来讲第3部分的通证上市退市哈，那总和课程就是今天要上第9课咯。好，那在讲这个通证的上市退市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我们在前面2个部分都听过哪些课程哦。第一个是了解整个国际通证的基础，对吧？基础教学。第2课呢，我们讲的是通证挂牌企业的一些相关的条件要素，以及它能获得什么。好，这是第2部分。那第3部分讲完企业挂牌以后，要讲的就是通证的上市退市，也就是整个企业的资产、企业的商品、企业的一些产品、服务等等之类的包装，以及融资能力。这个是我想大家都比较想要听到的一个话题尤其是企业家。好，那我们来看看在通证的上市退市之前要先做什么。相对的一样的你在上市之前必须要先挂牌啦，在股市里面叫做 IPO 那在这个通证里面不叫 IPO 我们先来看一下，如果你要去申请挂牌的话，到不同交易中心去申请通证的挂牌，你需要具备一些东西首先第一个是简介的 PPT， 有点类似于我们在做企业的那个挂牌 PPT， 差不多吧。但是可能不一样的一个地方是它更加的繁琐，它更加的细致，它要求的东西更加的多根据需求来将所有通证申报的一些概述内容做成 PPT 形成便于审查人员来审查，以及入眼公告的时候来使用。所以这一份 PPT 呢，起着一个我们叫做目录的作用就是一个概述文件的作用。好，那我在猜想这里面可能应该还要介绍企业高管你就把企业的那一套拿过来作为头就好了。那当然除了企业自身的一些概述介绍以外那当然你要把你要打包成通证的产品资产的这一些实地情况的照片、相关介绍还有短视频，这些东西都要把它打包在一起。然后第3个呢，你要提交相应的一些证照证书比如说你这个资产你就要有房产证你要有这个相应的著作权你要相应的这个登记证书版权证书或者是商品的销售许可证或者是涉及到食品的，可能就要有食品的卫生安全许可证这些东西都是很重要的，好吧？好，第4点，通证发行商的一些相关证明你必须要提供一个通证发行机构的相关企业证明。如果还没有挂牌的，就必须要先挂牌挂牌的请直接提供企业挂牌证书就可以了。这个部分讲的是我们在第2部分讲到的那个通证企业挂牌的。好，你没有这些挂牌资料，那当然想都不用想，因为我们曾经在前面的课程有提到过，关乎到所有的只要是 Link Pass 的内容的企业是最主要的企业本身也是一个最基本的根本，没有了这个根本什么都别谈。就像人没有了身体，你说我未来能跑100米跑10秒，说不好听那就是扯淡，对吧？好，所以这个通证的发行商证明非常重要就是你这个自身的企业你要先挂牌以后你才有资格，这是一个门槛你才有资格来说我要把我的商品打包成通证来进行销售，对吧？第5个，通证的承销商资料，提供承销商举荐报告以及相关证明，包含签署意向发行承销合同。这个部分讲的承销商指的是各地不同的服务商，而这个服务商必须是城市级别以上的服务商才有资格来做这个承销商。这个后面我们会专门针对这个承销商的部分来做相应的讲解。好，再来就是文件的打包我们刚刚有提到你需要有 PPT 相关的一些证照、照片、编码视频、通证的介绍、企业的介绍、相关的审查材料、财报、采购、生产，挺复杂的这一系列比企业要复杂的太多了，好吧？
然后它的这个整个的操作的这个过程跟流程跟企业的是一样的，大家去看一下企业哈，第7课，大家去看一下回放一下第7课哈，第7课里面讲解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啊，非常非常的清楚，只是说这里的资料跟企业不太一样哈，这里要求的资料会特别的多，好吧？好，那这个实操部分今天教授就不来讲解哈，因为我们在第7课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了。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整个通证审查有6个字诀啊，大家可以去背诵一下，尤其是我们的服务专员哦，查、审、估、保、管、险啊，这6个字。查，尽职调查的意思；审是财务审计或者其他的审计机构的意思；估指的是评估鉴定机构。保讲的是资产担保机构，然后管指的是资产管理机构，再来就是资产保险机构。这6大机构是作为整个资产在上市之前的必须走的6大机构的流程。那当然，这个资料当中，这个6大机构都要提供2份东西，一份东西叫做我们就从尽职调查机构来一个一个讲解吧。这个尽职调查机构呢，要提供一份尽职调查报告，包含这个尽职调查机构的介绍材料，就谁来调查的，这个机构的背景以及这个机构的调查人员的所有相关资料都是要公开的。比如说是这个赵世界律师事务所，赵世界调查员律师。这个资料都是要有的，这些资料都是要公告的再来调查报告的内容，它跟企业可不太一样了它要调查的东西多了，因为涉及到钱了，涉及到交易买卖了，所以这个东西要根据不同属地国家的法律法规来进行审查，而且它的审查内容不会比 IPO 要来的简单它比它要复杂多了。因为涉及到了相关的这个财产相关的这个商品的质量等等之类的包装所以它可不是一个股权那么简单所以这个调查报告的内容当中要尽可能的根据相应的交易法则来进行尽职调查的报告的撰写甚至要上门去访查再来审财务审计机构财务审计的报告是必然要有的，除了要把它的这个财务的上上下下都挖得精通以外，这个产品的生产、产品的进出成本包含产品本身的这个利润比，所有的方面都必须要把它做成一份报告包括这个财务审计机构的介绍材料，它的背景介绍材料，我们要知道是谁调查的呀，对不对？你不能随便给我出一份财务报告，我都不是连谁都不知道了，你说我们作为消费者的，我们愿意吗？打死我也不愿意，我也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再来评估机构评估机构一样要有评估机构的一些机构介绍材料，同时呢要提供一份鉴定评估报告。鉴定评估报告呢要涉及在交易前的估值，交易过程当中的预估以及未来增长的预估，在一定期间内的预估，要看它的交易期申报期是多长时间这个都要去做一份预估的然后包含现在市售价是多少，最高市售价是多少那么民间的这个市售价是多少，经销商市售价是多少，它一一的都要公开公告，好吧？好，再来第4个，资产担保机构。资产担保承诺书，它这里还不涉及到协议资产担保机构要出具资产担保承诺书以及资产担保协议就我愿意来处置你这些资产，只要你的资产交易过程当中出现任何问题，那么我们机构愿意来承担你们的变现问题、套现问题或者是处置问题，这个才是资产担保机构要做的事情，好吧？再来资产担保机构的一些相关的介绍材料第5，资产管理机构。资产管理协议书这个是必然的，但这个时候你还不需要去签署完整的，因为你还没有成功的接受到监察委员会的许可，
所以你去签署这个意向协议就可以了，对方愿意来跟你一起来做这个事情，他也愿意来做你的资产管理方。那这个时候请资产管理方来提供资产管理机构的一些相关的介绍材料，好吧？最后一个资产保险机构一样，因为你的商品跟你的资产还没有正式的进行交易以前，你不需要去买保险。这个部分只要有资产保险的确认函或者意向协议书就可以了。就资产保险机构说，你这个东西可以保那给你出一个确认函，这个东西是可以保的，好吧？以上6大机构，除此报告跟介绍材料以外，还要把这个报告拿在手上，录制一段视频，告诉大家这个报告是某某机构某某人做的，明白吗？就有点像企业的那个王律师录制的那个视频差不多就是意思就是说，我是赵世界律师事务所，以下的尽职调查报告是本人赵世界所写，本人对这个报告的内容承担100%的调查责任，以上如有调查虚实，本人愿意这个接受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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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好吧？这样呢我们才能确认说这个报告的来源，这个报告的评估的真实内容，有人担保背书了嘛，你怕什么？好吧？这个是关于这个挂牌的这些资料的部分好，我们接着再来看一下那挂牌完了就好了吗？不是的，我们先在挂牌之前先了解一下整个通证上市退市的一些流程，好吧？首先你在写这一些报告的时候就是你要挂牌之前，你一定还有一份报告嘛，对不对？这份报告当中呢，有4个要素是特别的重要这个是涉及到我们要发行公告的挂牌公告的这个信息披露内容发行概述，整体的发行概述的简介比如我这个是某某公司生产的某某商品然后在整个发行过程当中，我的发行机构是谁我的发行内容是什么，有多少数量发行的方式是什么，什么时间包含我的发行结算是用什么来结算的，结算单位是什么，是一箱还是一个还是一盒那么我的承销机构是谁，然后再来很重要的6大机构，我的6大机构分别是谁，然后介绍一下这个商品这个资产就可以了，这叫发行概述。这个发行概述要作为信息披露公告的，明白了吧？第二，也是我们一直在谈的通证最主要的还是一个行权要约的过程，这个行权要约是特别的重要的，好吧？形成要约是整体通证在发行过程当中最为主要的一个约束要件，相当于一份公开要约协议书一样，所以内容约束是需要非常的谨慎的，它就相当于一个公开的合约啦。就我只要持有了你的商品，我就遵守这一份合约。就你来看了我的视频，你来到了我的网站，你要去注册，也要有一个注册协议的概念是一样，这是一个公开要约协议，所以这个要约协议是有法律效应的，清楚了吗？好，那这个内容都有哪些教授跟大家讲解一下。首先第一，会涉及到行权的时间，我这一份交易买卖是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结束，我要有一个行权的时间，好吧？第二，行权方式，我是通过线上线下的行权，还是通过传统的这种市场的行权方式，或者是通过上市行权方式，或者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好，还有再来就是行权的内容行权的条件，交割的条件就什么时候我开始进行行权的条件。我们在前面的课程有提到可能会涉及到这个时间的问题，我时间到了我就开始行权交割啦可能这个有各种不同的风险控制因素产生了，那我就形成了这个交割条件诸如此类的，好吧？这个我们称之为交割条件。再来，发售的规划
真实描述整个发售过程的整体规划，正常是由承销机构来规划说明了，可以由发行商来认可以后来签发，来发这个公告啊。首先，第一级市场的发行价格是多少？二级市场的开盘价格是多少？三四级市场的要约定价是什么？发行总量是多少？然后发行的限高价格是多少？这个东西叫做发行的整个发售规划。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个规划。这个规划内容是要给到所有的消费者跟投资人他要看的，对吧？好，再来最后一个行权交割。行权交割呢，在整个退市交割过程当中是需要谨慎约定的。要很谨慎来约定相关的退市交割以及交割的方式。这里你就要约定我退市的条件是什么？我们在前面课程有提到，可能有因为风控可能因为时间因素可能因为产品质量问题可能因为投诉可能因为这个马上要突破了这个最高价啦，或者低于最低价啦，等等之类的这些在这个行权要约当中的行权条件都会有，还有包含这个交割条件都会有约定只要涉及到这些约定的部分，它就要进行行权交割了，对吧？那不同的行权交割方式可能就会形成不同的结果嘛。这个部分就是行权交割的部分。好，我们每一堂课都不想录太久这样大家会很烦心，对吧？所以呢，我们再把这个部分讲完把整个通证挂牌讲完再来，你正式挂牌以后你的这一个通证就会获取一个通证代码所以成功挂牌以后的企业包含资产你都会获得通证代码企业的是企业代码。然后再来，你也可以通过官网去进行防伪查询可以通过官方站点去查询正在展示的通证挂牌内容以及相关的这个信息披露，也可以直接在官网进行通证的各级别有效的认购，都是可以的那么营销推广市场可以通过成功挂牌开始进行市场的所有的营销工作，解决异议。如果成功挂牌，如果还有通证异议的话，必当经过核实以后停权，然后再重新来进行审查这个按照标准是这样的，好吧？好，那今天的第9课通证挂牌的部分我们就讲到这里。那下一堂课我们来讲通证上市，好吧？下一堂课我们来讲通证上市好，这里是国际商学院，我是刘建龙，我们第9课就讲到这里了，我们下一堂课再见，拜拜。